宇宙是怎么开始的？也许你曾在某本科普书上读到过，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起源于一个起点，138亿年前，一切从一个无限小、无限热、无限密的点开始，轰的一声，时间和空间同时诞生。好，那个起点之前呢？那起点之前又是什么？你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一团混乱的思绪涌上来，无、虚空、另一个宇宙、上帝。然后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之前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时间的存在。可如果时间也是大爆炸创造的，那大爆炸之前岂不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就像问北极的北边是什么一样荒谬。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话题，不是为了找到标准答案，因为截至目前，科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定论，而是为了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困难，为什么它触及了人类认知的边界，以及当我们凝视深渊时，深渊那头的宇宙正在如何凝视我们。准备好了吗？深呼吸，放松肩膀，让自己的思绪随着声音流淌。我们出发。先把时间拨回到100年前。1929年，一个名叫埃德温·哈勃的天文学家用胡克望远镜对准了夜空，他发现了一个改变人类宇宙观的惊人事实：几乎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越远的星系，远离的速度越快。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你手里有一个气球，上面画满了小圆点。当你把气球吹大的时候，所有的点都在彼此远离，不是某一个点在移动，而是空间本身在膨胀。哈勃的发现告诉我们，宇宙正在膨胀，不是星系在空间中飞来飞去，而是空间本身在伸展，把星系像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彼此越拉越远。这个发现让物理学家们灵光一闪，如果宇宙在膨胀，那么如果把时间往回倒推呢？越往回推，宇宙越小、越热、越密集。倒推到大约138亿年前，宇宙的所有物质和能量都被压缩在一个无法想象的极端状态中，这就是起点的概念。起点是一个数学上的奇异性，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框架下，当我们把宇宙膨胀的历史往回推到极致，就会遇到一个方程崩溃的点，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时空曲率无限强。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起点。理解起点为什么特殊很重要。在物理学的日常世界里，我们很少遇到真正的无限值。一栋楼的高度是有限的，一杯水的温度是有限的，就连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虽然庞大到难以想象，但也是一个有限的数字。可是起点不同，起点意味着无限密度无限大，热量无限多，曲率无限强。这就好比你在计算1除以0的时候，数学会给你一个无穷大的答案。起点就像是宇宙方程中的那个除以0，是理论本身发出的一种警告信号，告诉你这里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但是起点真的存在吗？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起点更像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的理论在那个极端条件下失效了，
而不是说宇宙真的从这样一个无限小的点开始的。换句话说，大爆炸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大爆炸之前的那个起点，可能只是我们现有理论的幻觉。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洞察：当我们说大爆炸之前时，我们可能正在用错误的语言描述一个超出语言边界的事件。之前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中，之前是一个时间概念，先做 A 再做 B，A 就在 B 之前。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大爆炸的一部分呢？如果时间不是宇宙的外部容器，而是宇宙的内部属性呢？这就好像问，圆的周长里哪一段在最外面？问题本身预设了一个不适用的框架，所以起点之前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触及的是时间的本质、空间的本质，以及我们对存在本身最基本的假设。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困难又如此迷人。要理解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借助两套物理学的超级武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我们理解宇宙的最强大工具，却又像两个性格迥异的天才，彼此难以沟通。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引力是什么。在牛顿的眼里，引力是一种神秘的超距作用。太阳和地球之间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地球拽向太阳。但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根绳子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魔法在于，质量告诉空间如何弯曲，弯曲的空间告诉物质如何运动。想象一下，你把一颗保龄球放在蹦床上，保龄球的质量会让蹦床的表面凹陷下去。如果你在蹦床上放一颗弹珠，弹珠就会沿着凹陷的表面滚动，看起来就好像被保龄球吸引了一样。这就是引力的本质，不是拉扯，而是弯曲。质量越大的物体，比如太阳，会让周围的时空弯曲得越厉害。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转，不是因为太阳在拉地球，而是因为地球在太阳创造的时空凹陷中，沿着最省力的路径运动。这个路径在三维空间中看起来像是一个椭圆。广义相对论是一位宏观大师，他擅长描述星系、黑洞、整个宇宙的演化。对于我们日常看到的一切，苹果落地、火箭升空、行星运动，他都能给出精确到令人发指的预测。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物理学家们就开始用这套理论来研究整个宇宙。在接下来的10多年里，他们发现，如果把广义相对论方程应用到整个宇宙，就会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宇宙不能是静止的，它必须在膨胀或收缩。这个结论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爱因斯坦本人都试图修改自己的方程，加入一个宇宙常数来让宇宙保持静止。后来他把这称为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因为1929年哈勃的观测证实了宇宙确实在膨胀。爱因斯坦的方程是对的，宇宙确实不是静止的。好，广义相对论说宇宙在膨胀，那么倒推回去，宇宙必然有一个起点，这就是大爆炸理论的由来。但是广义相对论在描述宇宙起源时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当我们把时间倒推到宇宙的极早期，大约在普朗克时间之前，
普朗克时间大约是10·43秒，也就是说，小数点后面42个零，再写个1，宇宙的尺度变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另一个物理法则开始主导一切——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描述微观世界的理论，原子、质子、电子、夸克这些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都遵循量子力学的规则。量子力学的世界是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粒子可以同时是波，也可以是粒子。观测本身会改变被观测对象的状态，而且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你永远无法同时精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理论，一个统治宏观，一个统治微观，本该是物理学的双子支柱。可问题是，在大爆炸的起点，这两套理论同时失效了，而且是以最不体面的方式。他们给出了互相矛盾的预测。广义相对论预言了起点，那个无限小、无限密、无限热的点。量子力学则告诉我们，在极小的尺度上，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量子涨落的。量子涨落意味着真空不是真正的空，而是不断产生又湮灭的虚粒子对。真空中充满了涨落，充满了不确定性。当这两个理论相遇在宇宙最初的时刻，在那个极小、极热、极密的点上，他们吵了起来，谁也不服谁。广义相对论说那里有一个起点，量子力学说起点根本不可能存在。物理学家们夹在中间，两套理论都无法完全描述那个时刻，就像两个人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件事，却谁也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这就是为什么大爆炸之前，真正的之前，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缺少一种能够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这个理论被称为量子引力理论，它将告诉我们，在那个最初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弦理论、圈量子引力论、永恒暴胀，各种后弦理论正在争相填补这个空白。但今天，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之前这个词在大爆炸的语境下到底意味着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词汇其实预设了很多隐藏的假设，比如之前和之后。当我们说 A 在 B 之前发生时，我们默认了什么？我们默认了 A 和 B 都发生在时间之中，而且 A 发生的时间点小于 B 发生的时间点。时间像一条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每个事件都能在这条河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但在大爆炸的起点，这个假设可能会崩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绝对的，不同速度的观察者对同时这个概念会有不同的判断。你眼中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在另一个高速运动的人眼中可能是一先一后的，这已经够奇怪了，对吧？但相对论的更深刻启示在于，时间和空间是紧密交织的，它们不是独立的两个存在，而是同一个东西时空的两个方面。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影响，可以被质量和能量弯曲。在广义相对论中，没有一个宇宙之外的观察者能够看到整个宇宙，没有一张宇宙之外的桌子让你站在上面观看宇宙的全貌。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宇宙内部，从内部去观察这个宇宙，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时间本身是宇宙的属性，那么在宇宙诞生之前，时间这个东西可能根本不存在。没有时间，就没有之前和之后，因为之前是时间中的概念。如果时间不存在，之前这个词就像在没有颜色的世界里问哪个更红一样，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适用范畴。你可能会说，等等，这不对，就算时间不存在，也应该有某种东西吧，总不能从无中生有吧。这个直觉非常棒，它指向了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为什么存在而非虚无？为什么宇宙存在？或者用更诗意的语言，为什么有而不是无？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至少目前的科学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科学是一种基于观测和实验的方法论，它需要测量，需要数据，需要可重复的检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切存在之先的时候，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也意味着没有观测者，没有仪器，没有实验。科学在这里碰到了一堵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科学无法直接观测大爆炸之前，但物理学家们可以通过数学模型，通过思想实验，通过理论的内部一致性来推测那里可能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来看看几种主流的推测。有一种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起源的理解，它告诉我们，大爆炸可能不是宇宙的开始，而是一个更大过程的其中一步。这个理论叫做宇宙暴胀，或者简称暴胀。暴胀理论的提出者是阿兰·古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1980年，他在研究宇宙早期相变问题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可能性：在宇宙的极早期，发生过一次急剧的膨胀，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缓慢膨胀，而是一种指数级的爆炸式扩张。在远不足1秒的时间里，宇宙的体积增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如果把暴胀时期比作一个人长大的过程，那这个过程相当于一个婴儿在1秒钟之内长成比可观测宇宙还要大的存在。这种膨胀的速度、规模，都是我们今天观测到的缓慢膨胀所无法比拟的。暴胀理论解决了很多宇宙学难题，比如为什么宇宙在大尺度上如此均匀？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宇宙都惊人的相似。这就像你在一个巨大的气球表面随便戳2个点，发现它们的温度、密度甚至颜色都完全一样。按理说，如果宇宙是从一个点慢慢膨胀到今天的，这些不同的区域之间不可能有时间相互交流，那它们怎么变得如此一致呢？暴胀理论给出了答案。在暴胀期间，整个可观测宇宙曾经是非常小的一块，小到各部分之间可以轻松交流，从而达到均匀状态。然后暴胀发生了，这一小块被拉伸到了今天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尺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均匀性其实是暴胀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宇宙的平坦性。为什么宇宙在大尺度上几乎是平直的，而不是明显弯曲的？暴胀理论说，暴胀会把任何初始的弯曲都拉伸到几乎平直，就像你站在一个巨大的球面上，
但你感觉不到它的弯曲，因为对你来说球面太大了。在暴胀之后，宇宙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只能观测到它的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看起来是平直的。但最令人兴奋的是，暴胀理论暗示了大爆炸可能不是真正的起点，因为暴胀需要一个触发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根据暴胀理论，在宇宙的极早期存在一种特殊的能量状态，一种暴胀场。这个场处于一种所谓的伪真空状态，拥有巨大的能量密度。正是这种能量驱动了暴胀。当暴胀结束时，这个场的能量转化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物质和辐射，也就是大爆炸留下的余烬。但问题是，这个暴胀场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某些版本的暴胀理论中，暴胀可能是永恒的，也就是说，暴胀场不断产生新的宇宙区域。在某些地方，暴胀结束，产生了类似我们宇宙的结构；在另一些地方，暴胀继续，产生更多的宇宙泡沫。这个图景叫做永恒暴胀和多重宇宙。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大爆炸可能只是无数宇宙泡中的一个。大爆炸之前是一片永恒暴胀的海洋，不断孕育出新的宇宙。这就是一种对大爆炸之前是什么的回答，可能是更多的宇宙，更多的暴胀，更多的创造。但请注意，这仍然是理论。暴胀理论本身得到了一些观测证据的支持，比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微小涨落，但它还没有被完全证实。而永恒暴胀和多重宇宙目前更多是理论推测，而不是确定的科学事实。另一种可能性更加激进，如果有一件事比一切从虚无中诞生更让人困惑，那大概是一切一直都是这样。循环宇宙模型就提出了这样的图景。在这个模型中，宇宙经历着无限次的循环，大爆炸、膨胀、收缩，大爆炸，无穷无尽。每一次大爆炸都标志着一个新宇宙纪元的开始，而每一次收缩到极致都为下一次大爆炸埋下伏笔。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春夏秋冬的无尽轮回，没有真正的第一年，也没有真正的最后一年。时间在循环中无限延伸。支持这种图景的物理学动机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动机与起点问题有关。广义相对论预言了起点，那个让方程崩溃的无限点。但如果宇宙经历了一个反弹的过程呢？当宇宙收缩到某个临界点时，量子引力效应开始介入，阻止了起点的形成，而是让宇宙反弹回来，开始新一轮的膨胀。这种反弹就好比一个蹦床上的弹球，它落到最低点时不会停在那里，而是被弹回去。你永远不会看到弹球真的触碰到蹦床中心那个无限小的点。在圈量子引力论，一种量子引力理论的候选者中，这种反弹是可能的。圈量子引力论认为，空间不是连续的，而是由一个个微小的圈编织而成。当宇宙被压缩到极致时，这些圈会产生一种量子排斥力，推动宇宙重新膨胀。所以，在圈量子引力的图景中，大爆炸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次反弹。上一个宇宙的坍缩与大爆炸之间有量子引力连接，形成一个无缝的过渡。
这就是大爆炸之前是另一个宇宙的说法来源。当然，循环宇宙模型也面临很多挑战，如何解释每一轮循环中熵的积累？毕竟熵无序度的度量在每次循环中应该会增加。如果宇宙经历了无限次循环，那今天的宇宙应该已经达到了热寂状态，可我们显然没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循环宇宙模型需要引入额外的机制，比如熵会随着每次循环被稀释，或者存在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熵管理方式。这些都还是理论上的探索，而不是定论。无论如何，循环宇宙模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也许宇宙根本没有一个绝对的起点，时间可能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纪元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还有另一种更加匪夷所思的答案。也许大爆炸之前是虚无，但请注意，这里的虚无不是你想象中的空荡荡一无所有。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虚无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们已经提到过量子涨落，在量子力学中，真空不是死寂的虚空，它充满了虚粒子的海洋粒子和反粒子，对不断产生、相遇、湮灭，留下一片沸腾的量子泡沫。这就是量子真空。量子真空具有能量零点能，即使在温度达到绝对0度，所有热运动都停止的情况下，真空的能量也不为0。这种能量是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直接结果。1929年，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洞见：所谓的虚无其实是正反粒子的海洋。如果从这片海洋中拿走一个粒子，就会留下一个空穴，而这个空穴就是一个反粒子。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已经被实验证实了。1932年，人类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正电子，这是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量子真空能产生虚粒子对，那么它能不能产生一个完整的宇宙呢？这个想法听起来像是科幻，但一些严肃的物理学家已经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亚历山大·维兰金、爱德华·哈里森等人提出，也许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次巨大的量子涨落，不是涨落产生了一个粒子，而是涨落产生了整个宇宙。这意味着宇宙从虚无中诞生，但这个虚无是量子真空一种充满潜在存在性的状态，而不是真正的空无一物。量子真空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空。在这个图景中，大爆炸不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而是时空本身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之前存在的是量子真空一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但具有创造潜力的状态。这个解释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如果宇宙是从量子涨落中诞生的，那这个涨落为什么这么大、这么稳定，持续了这么久？普通的量子涨落转瞬即逝，为什么宇宙这个涨落能够持续138亿年？一种可能的回答是，也许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众多量子涨落中的一个。大多数涨落产生的宇宙都转瞬即逝，
只有极少数，比如我们的宇宙，能够稳定存在足够长的时间，形成星系、行星、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人则原理的应用。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特定的宇宙中，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才能容纳我们的存在。这个论证有它的逻辑，但也有人批评它过于弱肉强食，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一切，缺乏真正的预测力。无论如何，量子真空的图景告诉我们，从虚无中诞生这句话，在量子力学的语境下，可能并不像它听起来那么荒谬。我们已经提到了多重宇宙的概念，永恒暴胀产生的宇宙泡。暴胀不是只发生一次，而是持续不断地产生新的宇宙泡。在每个宇宙泡中，暴胀结束，形成自己的时空结构、物理定律、粒子种类。这就是永恒暴胀多重宇宙。在这个图景中，大爆炸不是宇宙的起点，而是我们这个宇宙泡诞生的时刻。大爆炸之前是一片永恒暴胀的海洋，一个不断创造新宇宙的工厂。每个宇宙泡都有自己的大爆炸，但这些大爆炸是彼此独立的。生活在其中一个宇宙泡中的观察者无法直接观测到其他宇宙泡的存在，它们被暴胀的空间隔开了，就像被海洋隔开的岛屿。更有趣的是，不同宇宙泡中的物理定律可能不同。我们宇宙中的光速是一个特定的值，基本力的强度有特定的比例，原子的结构有特定的形态。但如果这些参数稍稍不同呢？如果光速变快了或变慢了，如果引力更强或更弱，如果电子更重或更轻，在某些宇宙泡中，这些参数的不同可能导致恒星无法形成，原子无法稳定，化学反应无法发生，总之，生命无法存在。这又把我们带回了人则原理。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是因为这个宇宙的物理参数恰好允许生命存在。在其他参数组合的宇宙中，也许没有碳原子，没有水分子，没有 DNA， 当然也就没有人类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图景如此宏大，以至于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它并不是纯粹的科幻，而是来自严肃的宇宙学理论、暴胀模型和量子力学的某种推论。另一种平行宇宙来自量子力学本身。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测量问题：当我们对一个量子系统进行测量时，系统会坍缩到一个确定的状态。但为什么测量会导致坍缩？测量之前，系统处于什么状态？有一种解释叫做多世界诠释，由休·埃弗雷特在1957年提出。这个解释告诉我们，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导致宇宙分裂。在分裂后的每个分支中，测量结果都是确定的，但不同的分支中结果不同。比如，你准备进行一次量子实验，有 50% 的概率得到结果 A， 50% 的概率得到结果 B。 按照多世界诠释，实验后宇宙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宇宙中你得到了结果 A， 另一个宇宙中你得到了结果 B。 这两个宇宙都是真实的，它们在各自的分支中都是唯一的宇宙，只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多重宇宙。在这个图景中，大爆炸创造的不是一个宇宙，而是无限多个宇宙分支。每一次量子事件都可能产生新的分支。
在这个庞大的宇宙族谱中，我们只是其中一支上的观察者，意识被限制在单一的分支中，误以为只有一个宇宙存在。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多世界诠释在一些物理学家眼中是量子力学最简洁的解释。它不需要坍缩机制，只需要量子力学的标准方程，代价是必须接受无限多个平行存在的宇宙。无论你支持哪种多重宇宙理论，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性：我们的大爆炸可能不是唯一的大爆炸，也不是最初的事件，在它之前或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宇宙，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可能性。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比所有这些都更加激进，也许大爆炸之前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假设上的。这个假设就是时间是宇宙的外部容器。在日常经验中，时间就像一条河流，客观地存在着过去、现在、未来依次展开。我们站在河岸上，看着时间从身边流过，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这个图像可能是错的。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是同一个东西时空的两个面向，而且时间不是绝对的。不同运动状态的观察者对时间的流逝有不同的感受。接近光速运动的飞船上，时间变慢了。在引力场极强的地方，时间也会变慢。时间与空间相互依赖，没有独立于空间之外的时间，也没有独立于时间之外的空间。如果时间本身是宇宙的一部分，那大爆炸之前这个说法就像问赤道的北边是什么一样，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不适用的框架。这把我们带向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时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物理学中，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一种观点认为，时间是真实的、客观的流逝，所谓的动态时间观。在这种观点下，时间像河流一样真实的流动，而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正在发生的时刻。另一种观点认为，时间只是描述事物变化的一个参数，所谓的静态时间观。在这种观点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同样真实的，只是我们恰好处于某个时刻而已。就像一本书已经写好了所有内容，你只是在翻到某一页。爱因斯坦倾向于后者。他在给友人贝索的信中写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顽固持久的幻觉。这句话让很多人困惑，但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时间观。时间可能不是流动的河流，而是一张已经织好的布料。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大爆炸之前的事件，无论是什么，也是同样真实的，只是我们无法访问它们，就像我们无法回到书的开头之前一样。这个图像中的宇宙是区块宇宙，一个四维的时空块，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件。而时间流逝只是我们意识的一种产物，而不是物理世界本身的属性。在这种观点下，大爆炸之前的问题可能不是那里有什么，而是大爆炸之前这个说法本身是否成立。也许在真正的宇宙学意义上，不存在大爆炸之前这样一个时刻，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之前这个词不适用于描述时间的起点。当然，
这种解释并没有让问题变得更简单，它只是把困惑从什么在那里转移到了时间是什么，但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可能比它看起来更加深层。有一个术语叫做普朗克时代，指的是宇宙最初的极短时间段，从时间0点到大约10-43秒，10-43秒，这是一个小到难以想象的时间长度。小数点后面42个0，然后才是1。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我们的物理定律完全失效，我们既没有实验数据，也没有可靠的理论。我们站在知识的悬崖边，下面是深渊。为什么是10-43秒？这个数字来自马克思·普朗克的研究。普朗克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现自然界存在一些基本的尺度，限制普朗克尺度。在这个尺度上，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同时变得重要，而两个理论的矛盾变得无法调和。普朗克长度大约是10-35米，普朗克时间是10-43秒。在普朗克尺度上，黑洞变得和基本粒子一样大小，时空本身可能呈现出一种量子泡沫的结构，不再是光滑连续的，而是充满剧烈的涨落和扭曲。我们今天拥有的任何物理理论都无法描述普朗克时代，这不是技术限制，而是理论限制。我们需要一套量子引力理论才能理解那个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大爆炸之前是一个如此困难的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大爆炸之后10-43秒的时候，宇宙是什么样子，又怎么可能知道那之前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探索。物理学家们正在努力构建量子引力理论，几个主要的候选者包括弦理论，认为基本粒子不是点状的，而是微小的振动弦，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对应不同的粒子。圈量子引力论认为空间是由离散的圈编织而成的网络，而不是连续的场。因果集合论认为时空是由基本的因果关系构建的。这些理论各有优劣，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得到实验验证。与此同时，天文学家也在用观测来限制理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粒子碰撞实验，对引力波的探测，这些都在帮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宇宙的早期历史。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突破普朗克时代的迷雾，看清大爆炸的真正面目。但也许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大爆炸之前的某些问题永远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这不是悲观的论断，而是一种谦逊的认知。人类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进化赋予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捕猎、逃跑、社交、生存。但理解宇宙的绝对起点，也许这不是大脑被设计来处理的课题。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著名的比喻：蚂蚁在篮球上爬行，它永远无法理解篮球是一个球体。对蚂蚁来说，它生活的表面就是全部的现实。也许在某种类似的意义上，我们就像宇宙中的蚂蚁，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尝试，不妨碍我们一步步地爬得更高，看到更多。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宇宙如何开始？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古老性本身就是惊人的。在没有任何科学工具的年代，古代人类就仰望星空，编织出创世神话。在古巴比伦，有埃努马埃利什，讲述马尔杜克从原始混沌中创造天地。在古印度，有吠陀赞美诗，描绘宇宙从猿人精卵中诞生。在古希腊，有赫西俄德的神谱，讲述从混沌到秩序的演化。中国古代有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所有这些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宇宙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它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创造的过程。这是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直觉。我们需要一个起点，需要一个解释，需要一个故事。几千年后，科学接过这个接力棒，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地质学发现地球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到天文学发现银河系之外还有无数星系，从哈勃发现宇宙在膨胀，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探测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从大爆炸理论的提出到暴胀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科学一点一点地描绘着宇宙的肖像。但科学也带来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可能不像任何神话描述的那样简单，它可能没有之前，因为时间本身是宇宙的一部分。它可能只是量子涨落的一次意外，它可能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它可能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一部分。无论哪种情况，都和人类精心编织的创世故事大不相同。但这是否意味着科学剥夺了宇宙的神秘感呢？恰恰相反，当你意识到我们脚下的地球只是万亿颗恒星中的一颗，这颗恒星只是银河系中数千亿颗恒星之一，而银河系只是可观测宇宙中约2万亿个星系之一。这个认知不是让宇宙变得渺小，而是让它变得无比宏大。同样的，当你知道138亿年前宇宙从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状态中诞生，而在此之前可能什么都没有，或者可能存在着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的更多宇宙。这不是让起源问题变得无趣，而是让它变得更加深邃，更加令人敬畏。科学和神话各自有它们的位置。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神话告诉我们意味着什么。当我们用科学的眼睛看清宇宙的宏大与冷酷时，我们也需要某种方式来感受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也许答案不在于找到一个终极的解释，而在于学会与谜题共处。宇宙在138亿年前诞生，那个时候没有人类，没有地球，没有太阳系，没有银河系。宇宙只是一团炙热致密的基本粒子汤。大约90亿年后，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中，一颗中等大小的恒星点燃了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太阳。太阳周围的尘埃和气体聚合成了行星，其中一颗恰好在恰当的距离、恰当的温度、恰当的化学成分中孕育出了生命。又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演化，生命从单细胞变成了多细胞，从海洋爬上了陆地，从爬行动物变成了哺乳动物，从哺乳动物中进化出了灵长类，灵长类中进化出了人类。人类开始思考，开始追问，开始理解，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某一天，
第一次有了一群能够理解它的生物。在这之前，宇宙演化了几十亿年，没有人观察，没有人思考，没有人问为什么。星系在旋转，恒星在燃烧，行星在运转，但这一切都没有被注意到，直到人类出现。宇宙中产生了能够理解宇宙的眼睛，宇宙中产生了能够思索自身起源的头脑，宇宙中产生了能够追问起点之前是什么的意识。这不是一种很奇妙的对应吗？卡尔萨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是宇宙理解自己的方式。原子聚合成分子，分子聚合成细胞，细胞聚合成大脑，大脑产生了意识，意识开始思考宇宙，整个过程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不只是被研究的客体，它同时是研究自己的主体。当你躺在床上思考起点之前是什么的时候，你在做的不只是回答一个科学问题，你在做的是宇宙通过你来思考它自己。这个想法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虚无主义的，我们在宇宙中如此渺小，如此短暂，问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宇宙不在乎我们想什么，我们的存在只是宇宙演化中的一个小小偶然。另一种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无数粒子的偶然碰撞，无数化学反应的成功进行，无数世代的生命繁衍，最终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的意识是宇宙最年轻、最奇妙的产物。我倾向于后者，不是因为科学证据表明后者更可能正确，而是因为后者让我们活得更丰富，更有意义感。我们无法改变宇宙的起源，无法改变138亿年的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这一切的眼光。当我们用敬畏的目光仰望星空，我们不再只是尘埃，我们是宇宙尝试理解自己的眼睛，是宇宙追问自身意义的嘴唇，是宇宙感受惊奇和困惑的心。广义相对论预言的起点，可能只是我们理论的失效，而不是真正的起点。暴胀理论暗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一个更大暴胀海洋中的泡沫。循环宇宙模型提出，宇宙可能是无限循环的，没有真正的第一幕。量子真空涨落表明，也许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量子事件，从充满潜在可能性的真空中诞生。平行宇宙理论认为，我们的大爆炸可能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还有一种可能是，之前这个概念根本不适用于大爆炸，因为时间本身是宇宙的一部分。每一种理论都有一席之地，没有一个被完全证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界，面对着最深邃的问题之一。你可能会问，那我应该相信哪一种？答案是，也许目前保持开放的心态是最好的选择。科学不是一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科学是一段旅程，我们还在路上。今天的正确答案可能被明天的发现推翻，昨天的困惑可能在今天有了新的曙光。与其急于选择立场，不如让这些问题在你心中发酵。也许在某个深夜，当你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时，会突然有了新的领悟，就像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想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想象中追逐光束
而想到相对论，或者也许你永远找不到答案，但这也没关系。有些问题存在的意义，不是被解决，而是被追问。它们是人类好奇心的火花，是文明前进的引擎，是深夜里让你辗转反侧，却又不愿放下思考的那个东西。当你今晚闭上眼睛的时候，也许不需要想清楚起点之前是什么，也许只需要记住，宇宙很大，大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它，但宇宙也不小，因为它包含了能够追问这些问题的大脑，而这个大脑此刻正在你的颅骨里运转，正在用它138亿年的宇宙材料思考宇宙的起源。你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在你之中。现在是时候休息了，晚安，愿你在梦中遇见星辰。